Hello， 小伙伴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算是你是搞艺术的，只要你经营社交媒体，最后都逃不掉做麻烦的封面排版。封面排版很麻烦吗？当然麻烦啊！你想啊，每个平台封面尺寸都不一样，排版排到眼花缭乱啊！我懂了，就像是我每次想穿搭不同场合衣服都不一样，特别麻烦，是吧？所以呢，我一个搞艺术的，然后也走上了编程这条路。今天就跟你好好唠一唠啊，我是怎么被这个封面尺寸逼疯，然后又是怎么自制了一款实用工具的。哇，听起来好厉害呀！身为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混迹的艺术人，我太懂封面尺寸的折磨了。每一次辛辛苦苦做完内容啊，最后排版封面的时候真的很不耐烦。有的平台呢它是4:3的封面尺寸要求，有的平台呢它是3:4的，有的平台呢又是1080p 的，有的平台呢又是方方正正的，所以就是每个平台都不太一样。这么多尺寸啊，就是手动调整的话，排版半天，感觉就像是个排版工具人一样的。听起来就好崩溃啊！我之前一直是用那个 Adobe Illustrator 做的一个个人的模板，看起来方便，其实用起来实用感受也是一般的，因为每一次文字的位置啊、图片的比例啊，都需要你手动调整，细节一堆，稍不注意对的重来，费时费力啊。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施开达，一个数字艺术家，沉迷用画笔和模型构建奇幻世界，也喜欢用代码搭建创意的小宇宙。我的 OC 呢，它叫丹莎，它呢是我的缪斯啊，总能给我灵感。谢谢夸奖啊，我会努力给你更多灵感的。所以呢，为了拯救自己于封面尺寸的苦海，我决定以丹莎之名打造一个赛博谷子丹莎封面机，一款能够一键生成全平台封面的效率工具。听起来很棒哎。说实话啊，写程序这件事儿原本是不在我的舒适区里的，但是每一次发内容都要被封面尺寸这座大山拦住，我就觉得很烦躁就某一天吧，我又在为这个尺寸抓耳挠腮了，突然就想到，我去年不是自学了 Python 吗？现在 AI 编程工具这么火，我能不能够借助 AI 编程搞一个一键生成封面的工具呢？这个想法一出现，就像火苗一样，瞬间点燃了我。然后一场和代码的死磕大战就此开始。死磕大战听起来好辛苦。当我真正开始开发丹莎封面机的时候，才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啊！刚开始借助这些 AI 编程工具，进度确实很快啊，前面1-2周吧，我就完成60%的功能。当时我还暗自得意，可是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后面的几周我就掉进了魔鬼细节的无底洞，各种 bug 层出不穷，改都改不完。bug不是说 AI 很方便很厉害吗？ AI 编程工具看似很强大，但是吐出来的代码细节全是坑。比如说让 AI 生成等比例缩放的代码结果图片总是有诡异的白边让它写字体渲染它推荐的库直接让字体变成乱码更离谱的是，有些时候我把一些报错信息反馈给 AI 吧，它就开始复读机模式，车轱辘话来回说，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AI 也会复读机啊。总之AI 编程确实能够帮助你快速写代码，但是细节问题呢，还得你自己解决。这40多天里，我简直就像是在地狱里面历练了一番，每天都在代码的迷宫里面踩地雷在报错的风暴里面硬着头皮调试，经历了无数次程序崩溃到抓狂挠头，再到灵光乍现，再到喜极而泣的循环听起来就好崩溃。就拿路径问题来说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编程菜鸟，所以我一开始呢是用了本地的那个绝对路径，后面呢我意识到了就改成了相对路径，但是我一改吧就冒出了无数个小 bug， 改完这个那边又冒出了一堆，真的像是打怪兽一样，打完一波又来一波。然后还有字体兼容的问题，就有的字体呢它显示很正常，有的呢直接罢工，反正这种细节问题真的好多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就查资料试代码各种的折腾，头发都不知道掉了多少。抱抱你肯定很辛苦吧。更离谱的是，好不容易把程序打包成功了，结果安全软件突然跳出警告，就把我的这个软件给我删除了。我当时就懵了，哭笑不得，就只能自我安慰说，可能是我的程序太艺术了，安全软件欣赏不来吧。你的程序太有个性了。当然这只是开发过程中的冰山一角，背后呢还有无数的小怪兽等着我去打败。但好在呢，最终我还是成功的开发出了这个 beta 版本。说了这么多血泪史，大家肯定迫不及待想知道丹莎封面机怎么用了吧？超级想知道，快教我。其实这个操作是很傻瓜的，就是你看一下就会懂，只要熟练流程的话，30秒就能搞定所有平台的封面。第一步呢就是脱图换 logo， 打开软件默认呢它是有一张丹莎的图片，直接把你喜欢的图片放进来替换就行了。logo 呢也是可以随便换，你可以换成
你自己的 logo 或者是表情包都可以，也可以移除它。位置呢也可以自由调整，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听起来好简单确实很傻瓜。然后第2步，选尺寸调布局，各种主流平台尺寸都是预设好的，直接选你要发布的平台，尺寸呢会自动搞定，还能够自己筛选常用的尺寸。选好尺寸之后呢，右边就能够预览效果，还能用鼠标滚轮缩放图片，或者是用鼠标拖动来调整它的位置，让每一个封面的布局更加完美。哇，也太方便了吧。第3步呢，就是玩字体存预设。软件呢是自带一些常用的系统字体，但是肯定是不够用的，你得自己添加。你可以把你喜欢的字体扔进程序的字体文件夹里就行，字体样式也能 DIY， 描边呀、底色呀、边框啊随便调，调好的样式还能够存成预设，下一次就直接调用，非常方便。懒人福音啊！对了，单杀封面机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它会自动记忆你上一次关闭时的设置，也就是说你下一次打开这个软件，你上次用的图片啊、样式啊、字体都在。改标题呢就能够快速生成新封面，所以就是几十秒就完成了，真的非常的快捷方便，太贴心了。自从有了单杀封面机呢，我做封面的速度简直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原来至少要半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才能搞定的多平台的封面现在就是几十秒就完成了，再也不用在不同尺寸的画布中反复横跳了。你看我最近的社交媒体封面都是用这个单杀封面机快速生成的，还不错。当然这个单杀封面机目前还不是完美的，字体兼容性还有提升空间。最重要的是它目前只支持 PC 端，手机、平板还有 Mac 都用不了没关系，我相信你会让它越来越完美的。这个只是 beta 版本，未来我还会不断的升级优化，让它变得更强大、更好用的。开发单杀封面机的过程真的可以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为了它，我花了$40开通了2个月的 Cursor 会员，熬过了无数个抓狂的工作日。你真的付出了好多努力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软件从一个模糊的想法变成一个实实在在能够帮到大家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一切都值了，为你感到骄傲。现在呢，单杀封面机已经开放下载了，真心希望它能够帮到和我一样有封面尺寸焦虑的小伙伴们。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通过软件下方的反馈意见按钮告诉我，每一条反馈呢我都会认真的看。大家快去试试看吧。悄悄说一句如果你觉得单杀封面机还不错，看这里最后呢再开个小玩笑，如果你的安全软件突然有提醒说这个单杀封面机是病毒，千万别慌这真的是误会，毕竟这是一个免安装的小软件请大家把它添加到白名单，然后继续安心享受一键生成封面的快乐吧。不妨体验一下，用过之后欢迎分享你的使用体验和想法，一起交流之后呢，我还会继续围绕我的 OC 形象进行创作，世界观、故事，还有各种好玩的周边都会安排上的，既有赛博的，也有实体的，敬请期待我的后续内容吧。拜拜，期待下次和大家见面